哎，你先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哦，一对年轻夫妻，两个人都是顶尖名校毕业，然后在硅谷 Google 当工程师，还买了一栋$200万的房子。这听起来就是那种最标准的人生胜利组剧本。对不对？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这个剧本的结局是在2024年1月的一个早上，丈夫用自己的拳头活活打死了妻子，你听到会不会觉得，毛骨悚然？会，而且这不只是一则社会新闻而已。没错，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这个时代很多说不出口的焦虑跟裂痕。是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深入探讨的就是这起震惊整个华人圈的陈立人于轩逸命案。故事的起点是一个朋友眼中目光呆滞的丈夫，和他倒在卧室血泊中的妻子。好了，我们就从头开始，一步步来拆解这对学霸夫妻是怎么从人人称羡的顶峰走向毁灭的。好，首先我觉得一定要先看看这对夫妻的背景，因为这对理解整个故事真的非常重要。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一本模范移民的教科书。两个人都是1996年出生，大学都念北京清华大学。光是清华大学这个标签在华人世界里什么分量，大家都很清楚。而且不只是清华哦。对，女方于轩逸，她还是2014年吉林省松原市的高考理科状元，是那种顶尖中的顶尖，真正的学霸。哇！然后两个人又一起到美国，在那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就是 UCSD， 拿了电脑科学的硕士。这条路完全就是复制贴上的精英养成路线。毕业后的发展也完全不意外，两个人都进了 Silicon Valley 的科技大厂。陈立人在 Google， 而且他负责的还是最热门的 YouTube Shorts 演算法团队。这点其实很讽刺。怎么说？它是专业是设计那种用来抓住用户注意力、让人沉迷的系统，但他自己的情绪跟压力管理系统却显然完全失控了。真的？那于轩逸呢？于轩一开始在亚马逊，后来也是透过陈立人内部推荐，也进了 Google。他们2022年底结婚，才过几个月，2023年4月就用大概$205万在圣塔克拉拉市买了房子。你看他们社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滑雪啦、登山啦，跟心爱的猫咪待在一起。对，所有的一切都完美到像是电影情节一样。但你知道吗？最吊诡的地方就在这里，这种学霸标签，这种完美的旅期，在华人社群中几乎就等同于成功的终极形态。可是当一个人的人生只剩下这些标签的时候，会不会反而更脆弱？对，这就是我想问的。这是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很多心理专家都指出，这种极度注重学业成绩，却可能忽略人格健全，还有压力应对能力的教育模式，其实隐藏了很大的风险呢。他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当听话的好孩子，去追求标准答案，对吗？但真实的人生哪有什么标准答案？所以当他们遇到复杂的困境时，可能会突然发现自己，我根本没有处理的能力。这完美的光环底下，可能早就埋下崩溃的种子了。所以这个完美的形象是建立起来了，但任何结构都会有裂痕。而这对夫妻的裂痕，就在2024年1月15号那天晚上彻底爆开了。没错，悲剧发生前一晚的那场朋友聚餐，就是最重要的警讯。根据后来报案的那个朋友王子璇在法庭上的证词，那天晚上他邀请夫妻俩到家里吃饭，但陈立人的表现就非常反常。怎么个反常法？整晚几乎不说话，眼神空洞，证词里用的词是沉默寡言、目光呆滞。哇！于轩逸当时还私下跟朋友透露，说陈立人最近因为工作出了问题，压力非常大，晚上都睡不好。所以朋友当时其实就有警觉了。对，他当时就很担心，还问于轩逸要不要考虑让陈立人去看医生，或者干脆他们夫妻俩当晚就留宿在他家，感觉比较安全。但他们最后还是回家了。然后第二天朋友就联系不上他们了。是的，第二天早上，这位朋友越想越不对劲，打电话、传讯息都没人回，他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最后决定直接开车去他们家看看。他到现场之后，他先是按门铃，没人应，
然后他就绕到房子后面，从卧室的窗户往里面看。接下来他看到的那个画面让他当场吓坏了，立刻就报警。他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陈立人一动也不动地跪在地上，双手举在空中，眼神依然是那种恍惚呆滞的状态。天哪！警方接到报案后，很快就赶到，破门而入。接下来的场景就还原了那个极端暴力的瞬间。根据检方提交的事实陈述书，警方在卧室地板上发现了于宣一的遗体，他的头部遭受了严重的钝器伤，而且现场的墙壁、地板，甚至连卧室门的后面都有大量喷溅状的血迹，这代表当时的暴力程度非常惊人。然后嫌疑人陈立人的状态也说明了一切，他当时穿着沾满血迹的衣物，双手、手臂、腿上也都是血。但吊诡的是，他自己身上并没有任何会造成大量出血的开放性伤口。对，他身上最明显的特征是他的右拳极度肿胀，而且呈现紫色。所以现场没有找到刀，没有找到枪，没有任何我们一般想象中的凶器，唯一的凶器就是他自己的拳头。我一直在想用拳头持续殴打，这是一种非常原始、充满愤怒的暴力，跟用刀或枪很不一样。这是不是也反映了凶手的心理状态？这是个很好的观察点。法医心理学上常说，这种近距离、高频次的暴力，往往代表凶手的情绪已经完全压过了理性。他不是在执行一个杀人计划，对，他是在发泄一种毁灭性的愤怒。所有的证据，尤其是他那只肿胀发紫的拳头，都指向了这一点。当急救人员问他手怎么受伤的时候，他自己也坦诚说：“我打了我妻子。”还说事情是昨天发生的。一个身高1.9米、有运动习惯的男人，用拳头反复殴打自己的妻子，这背后到底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光用工作压力大这个理由听起来完全无法解释这一切，完全无法。这也带我们进入了案件最核心的部分——动机。原本大家都在猜是不是工作压力或 Google 裁员，但预审听证会的资料一出来，所有人都傻眼了，因为故事的核心，竟然跟你份 Google 文件有关，真的比电影还夸张。这份文件牵扯出了一个关键人物，陈立人的前女友，在法庭上被称为贼小姐。她跟陈立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不是大学才认识的他们是从小在成都就认识的青梅竹马，从当地最有名的明星高中成都七中，一路到清华大学，是交往多年的学霸情侣。所以是所谓的白月光角色，但他们不是分手了吗？是分手了，大学毕业前因为性格不合分的。但陈立人似乎一直没放下，多次试图复合都没成功。即使后来跟于宣一交往、结婚，他和 J 小姐依然保持着联系，所以一直都藕断丝连。对，然后在2023年10月，一个事件让这段关系突然升温了。发现了什么事？贼小姐发现自己的未婚夫有嫖妓行为，于是就解除了婚约，情绪陷入谷底。在这段时间，她重新联系了陈立人，向他倾诉痛苦。两人不仅密集通话，还共同编辑了一份非常私密的 Google 文件。这就是那份关键的 Google 文件，里面到底写了什么？贼小姐在文件里写了很多回忆两人过去的长文，抒发自己当下的痛苦。而陈立人也在这份共享文件里向贼小姐抱怨说自己的婚姻并不快乐。哇！他甚至明确表达了考虑离婚的想法，还跟 J 小姐讨论过未来两个人一起买房子的可能性。这对一个已婚男人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越界的行为了。更火上加油的是， J 小姐在文中也写下了像是早知如此，也许当初应该接受你的复合，这种充满情绪暧昧的字句。你可以想象，这样一份文件如果被妻子看到，会是多大的打击。而最致命的转折就是于宣一真的发现了。天哪！是的，他在案发前1天的凌晨登入了他自己的 Google 账号，在这份文件的结尾留下了批注，所以检方才能掌握这些资讯。没错，他在批注里提到陈立人穿着他买的外套去机场私会这小姐，然后他心碎地写下了我恨你，我恨你们。等一下，所以还有机场私会这件事？对，就在文件被发现的前2个月，2023年11月，
J 小姐来湾区看演唱会期间，跟陈立人见了2次面。第二次就是在机场。在机场送别的时候，陈立人亲吻了 J 小姐的脸颊，但事后 J 小姐似乎觉得不妥，就传讯息给陈立人，说以后最好不要再见面，然后就把他拉黑了。哇，所以陈立人等于是被前女友明确拒绝了。那于宣一这边呢？他发现机场私会之后，反应是什么？根据证据推测，于宣一很可能是透过手机追踪功能发现了这次私会。对他来说，这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夫妻关系彻底破裂，他坚决提出离婚。这下我明白了。所以在那一刻，陈立人面临的是一个双重失控的局面。怎么说？他以为可以回头的白月光前女友明确地拒绝了他，而他原本的婚姻妻子也下定决心要离开他。2个选项在一瞬间同时消失了。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心理分析指向他可能具有典型的自恋型人格障碍，也就是 NPD 的特质。这种人极度需要外界的肯定，而且完全无法面对失败或被拒绝。这点很有意思，因为学霸这个标签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肯定，一路走来都是被赞美的。所以当他面临前女友和妻子的双重否定时，等于是把他整个世界的支柱都抽掉了。完全正确。对这样的人格来说，这不是单纯的失恋或离婚，而是对他自我价值的根本性摧毁。他的人生剧本从来没有失败这个选项。当现实失控时，愤怒就成了他唯一能反应的情绪。没错，他把所有的挫败感、对工作可能被裁员的恐惧，还有对失去完美身份的焦虑，全部转化成了毁灭性的愤怒，投射到了那个坚持要离开他，让他彻底失败的妻子于宣一身上。我理解这个心理分析，但很多人可能会质疑，工作压力大、感情不顺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只有他会走到这一步？这个问题很关键。你想想看，潜在的人格缺陷，长期以来只追求成功的压抑式教育背景，作为第一代移民的身份焦虑，再加上感情上来自2边的双重打击，所有负面因素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全部引爆了。对，这起案子不只是一件家暴凶杀案，它在海外华人社群中掀起的波澜真的非常巨大。就像一场罗夏克墨迹测验，每个人都在上面看到了自己的恐惧和焦虑。特别是案发初期，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对于宣一的恶意揣测和谣言。对，像是什么女方出轨、嫌弃男方失业等等各种试图将暴力行为合理化、把责任推到受害者身上的言论都出来了。这种归咎于受害者的病态心理其实很常见。没错，因为这样人们就可以安慰自己，只要我不像他那样，我就不会遇到这种事。这是一种心理防卫机制。但随着预审证据的公开，真相大白，风向也开始转变。大家开始深刻反思，我们是不是太盲目崇拜这种所谓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了？是啊，原来名校学历和100万年薪并不能保证一个人格健康的伴侣。如果我们从司法的层面来看，这个案子也展现了美国重罪案件的典型流程。程序非常的漫长，而且充满了律师的策略攻防。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奇怪，案情这么清楚，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对，这是我一直想问的。从2024年初案发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正式审判？你看，案件从头到尾，辩护律师已经成功申请了10几次延期。他们最常用的理由是需要更多时间去翻译和研究从中国取得的医疗记录。这在外界看来，很明显是在为未来的辩护策略铺路。什么样的辩护策略？最有可能的就是精神异常或心智能力受损的辩护。他们可能会主张陈立人案发时处于一种无法辨识是非对错的精神状态，试图借此来减轻罪责，比如将1级谋杀降为2级谋杀或过失杀人。但这在加州的法律体系下，门槛应该非常高吧？非常高。那目前案件的进度到哪里了？
去年6月的预审结束后，法官裁定检方的证据充足，案件可以正式进入陪审团审判的阶段。然后根据圣塔克拉拉郡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公开资料，案件就在昨天，也就是2026年1月14日举行了审判设定的听证会。所以在法庭上，陈立人他对于1级谋杀的指控选择了不认罪，接下来就是等待正式的陪审团审判了。所以我们回顾了这整起从矽谷豪宅中爆发的悲剧，表面上看这是一对精英夫妻的陨没，但实际上它交织了太多复杂的元素。个人心理的极度扭曲，第一代移民的身份焦虑，现代情感关系的脆弱，甚至还有一份 Google 文件在其中扮演了如此诡异的催化剂角色。如果我们把这件事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下看，它揭示了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拼命追求世俗定义的成功、名校、大厂、豪宅的道路上，我们可能一路都忽略了最根本的东西，一个健康的人格，以及处理情感危机与人生失败的能力。对，当所有外部的成功指标都达成后，内在的崩坏却可能带来最致命的后果。这不只是陈立人个人的悲剧，也是对整个过度竞争的精英养成体系一次非常沉痛的叩问。法律最终会给出他的判决，但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这起案卷留下了一个更深层的思考题，值得你好好想一想。当整个社会都在追逐一个看似完美的成功剧本时，我们到底该如何辨识，并且及时修补那些潜藏在剧本底下、足以摧毁一切的人性裂痕？